李贵太妃显一次不够，怎么？先帝也显灵了？这事儿，下官也没有料到。没料到，楚怀明，你怎么做的这个钦天监监正？侯爷息怒。先帝的棺椁突然移位，恐怕是先前动李贵太妃的棺椁出了问题。难不成还要本侯去求皇上恩准，把李贵太妃再抬回去？侯爷啊，说不准当年见王陵的时候，这风水就已经出了差池，留下了隐患。但当务之急，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此事给圆过去。不久之后，要迎太后的棺椁入陵了，那咱们只需要说，王陵年久失修，需要修缮，再偷偷的把先帝的棺椁恢复了原样即可呀。但皇陵动工事关重大，下官不敢擅自做主。你们说来说去，不还是要本侯去求皇上吗？侯爷，您刚刚替皇上解决了太后下葬的难题，此时要是去提修葺皇陵的事情，皇上一定会认为您一片孝心。但如果不这么做，先帝显灵一事传出去的话，此事就交给你去办，必须办好。是。但是如果下官亲自去操办此事，会引起他人的注意，恐怕要另择一个合适的人选。此人不但要懂得风水堪舆之术，最重要的是，和朝廷里的人没有任何牵连，以免走漏风声。侯爷，在下有个好人选。说，新来的幕僚藏海啊，之前李贵太妃迁官的难题，那正是藏海化解的。他熟悉皇陵，又懂风水堪舆，现在也在府内做事，身家清白，此事理应由他去解决。藏海，他合适吗？侯爷，您觅得这样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实乃侯府的一大幸事啊。此次正是机会，若他办得妥当，理当重赏。楚怀明，拨给他一个钦天监的官职，让他去督造。记住，别说是侯府出去的。下官遵命。奉天承运皇帝制曰：授藏海钦天监左灵台博士，则令其监修皇陵，钦此。藏海接旨领命。恭喜恭喜啊，藏海！你的八字与先帝相合，又有堪舆法师之才，这刚入侯府不久，便委以如此重任，日后必将前途无量啊！多谢楚大人。楚怀明说你八字与先帝相合，我估计他们就是想让我为先帝殉葬。好一出毒计啊！这种计谋恐怕不是楚怀明这种脓包能想得出来的。小海，你惹怒杨真，逼他们出手，只能应战。可是他们要的是你的命。不行，我乔装一下，与你一同前去。哎，师傅，你跟我一块儿去，他们就不会杀我了。我要的就是他们对我动手，一旦他们出手，就会露出破绽，我才有机会反败为胜，置之死地而后生啊！你这也太危险了，做事要留后手。哎，师傅，来，您坐下。修缮皇陵需要3个月，所以这段时间里我是安全的。公事完毕，才有可能会被殉葬。师傅，我需要你帮我办2件事。
你说的这个法子虽然可行，但不能保证一定成功。我想了很久，能逃出来的法子只有这一个。虽然是在冒险，但我觉得可以一赌。那第二件事呢？师傅，您的本事应该好久都没有施展过了，不觉得技痒吗？把他们码得紧一点啊，尤其这个。对，是这个吧？哎，这是。楚大人，楚大人，既然臧大人已经到了，便赶紧帮朝廷解决这道难题吧。哎，臧海，你干什么呢？大人，您不是让我解决先帝血灵一事吗？大人，请看。您请细看。哪儿来这么多水啊？先帝棺椁位移一事，便是地水所致。地水如潮汐一样，夜长日落，而打造先帝的棺椁所用的金丝楠木，便是最为极品的软木，遇水则浮。水若够高，棺椁便会脱离龙山石，在寝殿里来回飘动。棺椁在地水的推动下，在石门上来回撞击，声音被人听见，误以为先帝显灵。白天雨停，地水回落，这寝殿里剩余的积水，便从木门的缝隙中慢慢流向前殿而消散，最后，这棺椁自然就堵在了这里。大人若是不信，看看这墙上的水渍的高度，便知了。地水夜涨日落，我岂能不知？每日都有的事，为何寝殿今日才透水？大人难道不知道5年前幽河改道，便是从皇陵附近经过？白天还好说，一到了晚上，幽河上涨，再加上先帝的灵血位于皇陵的最深处，
一旦遇上连日暴雨，便会岌岌可危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皇陵是何等重地，就算是地水再上游，也不应该渗进来这么多水，更别提还能把棺椁浮起来了。难不成皇陵在幽河改道之后，根本就没有增加防水的工序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哦，楚大人，既封我为青天剑左灵台博士，我只是在想，皇陵应该如何修葺。那你想好了吗？幽河改道导致地水泛滥，已无可避免。眼下能做的，只能是将缺少的防水工序重新补回去。好，就依你说的办，该怎么修就怎么修。你们听好了，以后要听臧大人的吩咐。是。张海，好好干，皇陵修好了，自有你的好去处。谢大人。闹了半天，原来不是先帝爷显灵。人死如灯灭，魂魄之说，不过是安慰后人的话罢了。不过有件事情，我一直想不明白。大人，请说。每次地水上涌之后，这地上应该有水的痕迹。按理说这件事情应该时常发生，但从来没有人想过是因为地下水所致吗？倒也不是没人提过，只是楚大人他不信罢了，而且将那人狠狠地责罚了一顿。这就是这个人，季群，季群，快来见过臧大人。小智奴，鸡伯伯，哎呀，小智奴啊，观山术学得如何了？学得可好了。来，鸡伯伯送你个好东西，这个呢叫千里镜，用它观山啊，几十里以外的山近在眼前。季群，回来了。大人，爹，这是鸡伯伯送给我的。好，他呀整天缠着我说要和你一起进山，学习你那套观山看岭的本事。哦，那看来小智奴长大以后要和鸡伯伯一样做武官分硕郎喽。我在青天剑的观册里面看到过你的名字，你多年前曾经是青天剑的武官分硕郎。我听其他工友说，你曾经向楚大人提过皇陵地水一事，你可知先帝棺椁外移是因此所致，而不是他们所说的先帝显灵？大人们说什么，便是什么。我的无端猜测不重要。大人，他人就这样，您别怪他啊。石灰经烈火焚烧而来，成型之后，即便泡在水里，也永远不会变坏。若用来造木，则是1份石灰加3份河沙黄土，再用糯精米和匀，不用反复夯打，便很坚固，永远都不会损坏。这就是3合土。无论船只还是墙壁，凡是需要填隙防水的，要将石灰和捣杵铅下的厚绢、细罗一起拌上桐油、鱼油，再用澄清的石灰水加入纸巾去涂抹，过多少年都不会再透水。
是说藏海知道了皇陵偷工减料的事儿？要不是优和改道啊，修个皇陵哪需要那么多层防水？当年上面拨下来大笔的银子修葺皇陵，此事要深挖下去的话，势必会查到那笔银子落在大人您的手里啊。不如趁他羽翼未丰，赶早出根。可父亲甚是欣赏他。侯爷是杀伐果断之人，有任何能够威胁到您的人，再喜欢，也不能留他性命。大人您放心，这事交给我来办。只要您跟杨大人在侯爷面前添把火，此事就十拿九稳了。不止蚂蚁，许多虫蚁都害怕杨道童的汁，所以加入桐油和鱼油调和之后，填进地砖和棺椁的缝隙之中，不仅可以防水，还可以防虫。你也知道这个法子？一个前辈教我的。这是很久以前青天剑的一个朋友用的法子，后来就没人用了。为什么？可能嫌他太老，过时了吧。只要是好的法子，永远都不会过时。取代它的，不过是不同的用料罢了。你好像我那个朋友。你的那个朋友是谁？前青天剑监正蒯多。恕我孤陋寡闻了，没有听过他的大名。他现在何处？死了，就像一阵风，一泡尘。在这世上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可惜了。你呢？怎么从一个前途大好的五官分硕郎，沦落至此？五官分硕郎沦落至此，是因为青天剑沦落至此，成为了讨好权贵、欺下媚上的所在。你呢？一身好本事，为什么要给楚怀民卖命呢？我不是为他卖命。我是为我自己。日中则仄，月盈则食，天地盈虚，与时消息。妹儿，这可是难得的虎娘，你可千万别闻不出来呀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回禀大人，这畜生不知为何受惊了，他不走了。司马真是不凡呐！神驹通人性，万般皆是命啊！好马，好马！什么人？
竟敢随夜惊扰尊驾，没长眼睛吗？贫道确实有眼无珠啊。如此宝马，其主定非凡人。贫道不敢冒犯，不敢冒犯啊！贫道云游四海，今日初到京城，便能遇到这般大人物，真是荣幸之至啊！隔着马车都能感受到一股轩昂之气，有万军之势滚滚而来。哎呀，只是这其中隐约透出煞气，溢散在大人周身。看来大人近日遭遇命坎，恐有不测呀！大人，你放肆！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贫道不敢妄言，天下万事一饮一啄，皆有命数啊！大人越是身居高位，越是命坎加深呐！一派胡言！哎呀！信不信我现在就割了你的喉？曲江，不用理他，走。走，这，此坎若不化解，恐怕会引火烧身，轻则官路不畅，重则有性命之危啊！侯爷，您别把那要人的话放在心上，我现在就让他彻底消失。把他带来。是。既然你会算命，那能不能算出你此行的吉凶？大人，老祖宗的规矩，做我们这行的，不能给自己算。你可知道，你之前说的话，足可以让我杀了你。哎，贫道只是将心中所见如实相告，想祝大人逢凶化吉。大人为何要杀了贫道啊？你之前说什么？我周身环绕煞气，又有命坎要过，你就是个满嘴胡言的江湖骗子。贫道云游四海，卜卦算命多年，一来不愁衣食，二来我与大人素昧平生，何必编出这样不吉利的话来招惹大人，引火烧身呢？好，今天我就给你个机会。哎呀，说吧，你要说的有道理，我就放了你。若说错一个字，你今日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。贫道明白，贫道明白。大人若要验证吉凶，不妨先求上一签，等看了签，贫道再细细道来。大人，如何呀？第24签，下签。果然如此啊！且听贫道解释给大人听。彼此居家，只一山，如何似隔鬼门关？庙堂之高无所诉，青山不宁，祸不单。哎呀，大人，如此煞签，只怕是有阴魂阻碍啊，以至于官星逢冲，水土生变。说明白点。
大人，您想想，最近可曾有什么阴宅风水之事牵连呀？这埋在土里的变故，便是贫道所说的命坎。有九泉之下的逝者不宁冲撞了大人的官路，若大人坐视不管，不但与大人的仕途有损，恐怕还会殃及令郎。你既说可以替我化解此煞，那你有什么办法？麻烦大人拿些炭火给我，请将刚才那支签交于贫道。谢大人。叩请九天玄女娘娘，太上天师，北斗星尊，脚踏祥云来此坐镇，祖师爷显灵啦！大人，贫道已请祖师爷降神下凡，来助大人逢凶化吉，先将此签焚烧，以观后效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这签怎么从火里蹦出来了？火里蹦出来了？难道大人是霹雳火命之人？火与火，变故生。大人快看看此签可有变化？这签，大人。绝了！绝了！刚才是24，现在是46，果真有了转机。这46签中平签，签书曰：“思量无际重重险，忽有灾事误近前。将死未死翻身处，吉星天降越关山。”恭喜大人呐！何来之喜啊？这签的意思是，已有吉星下凡，来助大人渡过难关。在他将死未死之时，会显露真身，倒是大人自会知晓。吉星，看来这命坎无需贫道化解，大人命理之中自有转机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贫道在此间事已了。哎，大人命数贵，贫道想起命来要比寻常人更难，更伤神。若大人能赏贫道点压口钱，买些给他。谢大人，祝大人官运亨通，吉星高照。大人，您谢大人，谢大人。艰难险阻路蹊跷，南鸟孤飞依北朝。今日
贵人曾识面，相逢却在死生交。哎。 大人，请将刚才那支签交于贫道。谢大人。大人，先将此签焚烧，以观后效。 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你需要把这个杨桃藤汁用筛子滤一下，像这样，这样才是可以用的。断龙石的机关需接引河流，以水力驱动，水升石降，木门一落，永不开启。现在工程一切顺利，如无意外，皇陵就能如期完工。这藏海倒真是个人才。那藏海的确能干，只是前些日子先帝显灵一事。 还是传到了言官们的耳朵里，这些人议论纷纷的，说什么的都有。这帮迂腐文人，成天没事找事儿，让他们说去。侯爷英明，不过这不是最麻烦的事儿，坏就坏在此事涉及到了大公子。藏海发现，先帝棺椁移位之事，和皇陵偷工减料有关系。 是地宫漏水所致，我就知道是你们捣的鬼！你现在都摊到明面上了吗？居然连个新来的都能看出来！不是这样的，父亲。之前修皇陵用的银子，大部分都被曹公公以给皇上修园子为名给挪走了。这事儿您是知道的。那藏海还看出什么了？暂时还不知道这背后的门道，但他是个聪明人。 只要一细想，便知道这事儿跟工部他脱不了干系啊。他既是个聪明人，就该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关键关系到了大公子的安危啊。你们想怎么做？等皇陵修葺完成，藏海大功。 那就让他给先帝殉葬，也是给他的最大体面了。出大人都给他算过了，他八字全阴啊，最好的殉葬名额。你们早就商量好了吧？不敢欺瞒侯爷。 去吧，就按你们说的办，但不许再有任何闪失。是，父亲。
您同我们讲讲呗，您这么年轻，怎么懂这么多呀？是家里人也是做这行的？不是，是我父母亡故以后，跟着一位精通建筑法式的匠人，从事几年罢了。那可真了不起，这功夫，这没有1、20年可下不来。来，咱们再敬臧大人一碗。哎，都满上啊！再敬一碗。今天晚上咱不醉不归。好，哎，满上。哎，各位，我说一句啊，明儿我们还要为太后的棺椁下葬，今夜不可烂醉，改日咱们再好好喝过。那可不行，今日就要践行。咱们之后哪里还能再像今日这般？来，今晚咱们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。楚大人到！楚大人！哎呀，今晚真是热闹啊！来，我也喝一碗。这几个月你们的辛苦啊，我都看在眼里。上面的大人们呢，也看在眼里，很是欣慰啊。稍后我会跟大人们禀报，你们个个都有重赏。个个都有赏啊！谢大人。姬群、孔三、殷二狗、韩毅、张树、孙正、袁居、李家良，一共8个工匠，我已禀明皇上。你们的八字和先帝太后命格，且是自愿殉葬，是吧？是的，我们是自愿殉葬。那我也要循例再问一遍，有没有改主意的？现在说尚不至于是欺君之罪，一旦我的奏本呈上去，那可就容不得反悔了。大人，你答应我的还作数吗？当然，你放心。楚大人，请你也记住答应我的，我女儿的病就靠你了。也请你不要忘了我家。你们是自愿为先帝太后殉葬的，朝廷会给你们一大笔银子抚恤你们的妻儿老小，青天剑会记住你们，朝廷会记住你们，我楚怀明更会记住你们。大人，我们这群将死之人，今晚难免失态。大人请回，答应你的事情，绝不反悔。不急，本官来此还有一事。藏海听命。青天剑左灵台博士藏海重顾皇陵，宣劳戮力，功莫大焉。既怀宁宇之才和八字阴阳之命，特准送太后棺椁入葬，再不出陵。大人，卑职领命，自愿为太后殉葬。收敛眼泪的锋芒，掌心念着危险的渴望，惊涛笑里藏，惊雷无声响，城府深，深不过我目眶。
眸是我无声的悲伤，阳谋是我纵横的刀枪，用隐忍的狂，稀释道德脏，也不黑，只因为我心滚烫。翻云是我，浮云是我，人心的罗盘莫测，总会有人起起落落。生杀是我，雨多是我，当夕阳如烈日赤裸，与君共高歌。芒种是我，秋收是我，天下是我，苍生